大家好，我是 Alden。今天接着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FRP 的应用案例。还没有看过我上期视频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先去看一下，然后再来看今天的视频。大家别忘了订阅和点赞，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首先我们看到左边的文档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案例内容，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 FRP 服务端的运行状态，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正在运行的。监听一下它的日志输出。接下来重启一下 FRP 的客户端。客户端重启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服务端已经有输出客户端登录的日志信息，就代表我们的客户端已经成功连接上服务端了。接下来我们编辑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我们新增的所有代理都是通过配置FRP 客户端来完成的。首先我这边 FRP 客户端是通过域名，然后7000端口，通信协议使用的是 TCP 协议来连接。下面这个 TLS 加密也是启用的。接下来先和大家讲一下 TCP 的相关案例。拷贝一下左边的配置模板，粘贴进来。和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首先上面这个SSH 用中括号包起来的这个是代理的名称，这个名称大家是可以自己去随便定义的，但是要确保这个名称是唯一的就可以了。我这边的话就使用 SSH 来命名，类型是 TCP， 然后需要指定一个 IP 还有端口。我这边的话就连接到我本地的这台主机，然后使用的是 SSH 默认的22端口，再指定一个远程的 IP， 也就是公网 IP 这台服务器的这个端口号，也就是我通过FRP 服务端的2001端口映射到我本地机器的22端口。下面还有一个启用压缩的开关，启用压缩可以减少这个数据包的大小，提升这个传输的效率，我一般都会把它打开。它其实还有一个 Use Encryption 的一个选项，这个选项的意思是启用这个加密，但是我们上面已经启用了 TLS 的一个加密，所以的话这个开关我们可以不用打开。如果我们是没有使用这个 TLS 这个加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使用加密这个开关给打开。接下来我们再配置另外一个模板，接下来的案例是 RDP 的一个远程桌面连接。我这边已经有一台本地的Windows 虚拟机，使用的是 10.10.10.10.120 这个 IP。我这边用这台机器给大家演示一下远程桌面的一个连接，指定它的 IP 地址。它远程桌面连接默认端口是3389，然后我使用2002这个远程端口来映射到我本地的120这台 Windows 虚拟机的3389端口。一样启用这个压缩，接下来再添加一个代理，同样是 TCP 的一个协议，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映射到我本地的 OpenWRT 的路由器地址，端口是80，这边端口远程端口使用2003，同样启用这个压缩。编辑完这3个代理的话，我们保存一下，然后重新加载一下 FRP 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加载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服务端已经输出了新的代理，然后代理的名称类型是 TCP， 成功添加到我们的 FRP 服务端来。这里是有3个。监听的端口是2001、2002、2003。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放行一下这个服务端的端口，
其实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它的端口的一个监听一个状态，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端它已经监听上这个2001、2002、2003的端口了。接下来我们放行一下它的端口。端口放行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首先，我们测试一下 SSH 的一个远程连接。我这边通过域名来连接吧。刚才 SSH 是通过这个2001这个端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连接上这个服务端了，这个 SSH 的远程服务器了，就代表我们这个内网穿透已经成功了。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通过远程桌面这种形式去穿透到我们内网的机器，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配置好了。我这边复制一个配置，然后编辑一下。这边同样是使用 FRP 这的域名来连接上，其实大家是可以使用 IP 的。这边我因为配置的域名，我就直接使用域名。刚才配置的是2002端口，保存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远程连接上我们本地的一个Windows 虚拟机，就代表我们这个穿透是已经成功了。我们关闭一下，再打开一下我用本地 IP 这种方式去连接，其实看到是一样的。左边这一台是通过本地的内网 IP 去连接，右边这一台是通过外网有公网 IP 的这个FRP 服务端去穿透到我们内网的机器来。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案例，我刚才是配置了2003端口，映射到是本地的OpenWRT 的一个路由器的一个地址，我们可以用浏览器访问一下。同样是通过域名去访问2003端口。这边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域名是DEV 域名，这个域名它是强制使用这个 HTTPS 的，所以我这边的话是不能通过域名来访问，我们只能通过这个 IP 来访问。先看一下服务端的 IP，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成功连接上这个本地的一个 OpenWRT 的一个路由器地址。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UDP 的案例。我这边的 OpenWRT 运行了一个 DNS 服务，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我这边运行了一个 Smart DNS 服务，绑定的是53端口，使用的是 UDP 协议。我就用这个服务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编辑一下 FRP 客户端配置文件，再拷贝一份模板，修改一下这个名称，这里类型要改为 UDP。我这边的本地 IP 还是12不变。这里端口要改为 DNS 的53端口，远程端口我使用5353做映射给大家演示。编写完成之后保存退出。
然后重新加载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服务端这边同样需要放行这个端口，这里记得是 UDP 协议。修改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通过 dig 命令指定这个远程的这个服务器，就是 DS 解析这个服务器地址。我这边的话是指定我这个域名，刚才绑定的是5353端口，解析一下谷歌。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解析了一个结果出来了，就证明我们这边的一个映射已经成功了。TCP 和 UDP 的案例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HTTP 和 HTTPS， 也就是通过域名访问内网的 Web 应用。我会用另外一个域名和大家演示，因为 DV 域名是强制使用 HTTPS 的，无法通过 DV 域名来演示 HTTP 的案例。我已经提前将这个域名解析到这台云服务器上了。首先编辑一下 FRP 服务端的配置文件，需要增加 HTTP 和 HTTPS 的一个端口绑定 vhost 开头的 HTTP port HTTPS port， 我这边的话就使用80和443端口。修改完成之后，重启一下 FRP 的服务端，再来检查一下防火墙的信息。我这边已经提前开放了这个 HTTP 和 HTTPS 的一个服务，所以的话我就不需要绑定这个端口了。再看一下客户端，客户端这边我已经提前启动了一个 Entrance 服务，用来做演示。看一下它的一个配置文件，上面这一部分是绑定一个80端口，域名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解析这个域名，然后反向代理到内网的 OpenWRP 地址。下面这一部分的话就是绑定443端口，其他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一些证书的相关配置。接下来我们编辑一下 FRP 客户端的一个配置文件，同样拷贝一份模板。修改一下名称，这里的类型的话就需要修改为 HTTP， 我们不需要这个IP 了，因为我们是通过域名去访问，包括这个远程这个端口也不需要了。我们需要映射到我们本地的Entrance 服务，这里是使用80端口，然后需要增加一个域名的一个配置。同样填写刚才解析这个域名地址，填写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然后重新加载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一下了。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连接上我们这个 OpenWRT 的内网服务了。我们再来编辑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同样拷贝一份模板，修改一下这个名字，协议这里我们改成 HTTPS， 这里的本地端口就是指定 Entrance 的443端口，其他不用改，保存退出，再来重新加载一下配置文件。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们现在使用 HTTPS 来访问，可以看到我们同样可以通过 HTTPS 来远程访问内网的这个服务。接下来和大家演示另外一种使用 HTTPS 的这种方式。我们再拷贝一个模板，修改一下这个名称。我们先把上面这个注释掉，不然的话可能会有冲突。下面这种方式的话，就使用FRP 客户端提供一个插件，来将 HTTPS 的报文转化为 HTTP 报文，然后再转发给内网的服务。我们需要把这个端口给删掉，
指定一个插件 HTTPS to HTTP， 也就是将 HTTPS 报文转化为 HTTP， 需要指定一个本地地址，就是你处理完这个报文之后转发给内网的哪一个服务，我们转发回内网的这个 entrance 服务，指定这个80端口。然后再指定一些插件的证书，也就是你需要解析这个报文的一个证书。证书的 key， 我们拷贝一下 entrance 的配置过来，把这个地址拷贝一下。编写完之后保存退出，然后重新加载一下配置文件。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刷新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访问。可以看到同样是能正常访问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上面这种方式，这种方式还是比较简单一点，而且我们可以通过 entrance 去处理很多事情。HTTP 和 HTTPS 一个介绍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接下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STCP 和 SUDP。它前面这个 S 是个 secret 的意思，也就是隐秘的意思。默认情况下，我们使用 TCP 和 UDP 都是直接在 FRP 的服务端暴露一个端口来提供访问的。这种方式，互联网上所有的用户都是可以直接访问的，会存在一定的安全性问题。而 STCP 和 SUDP 会要求被访问服务的机器上以及要访问的用户内网上都要部署上 FRP 的客户端，也就是用户如果要访问的话，还需要在本地内网增加一个访问客户端，从而保证这个安全性。而 STCP 和 STCP 的话，它唯一的区别就是 STCP 它会尝试使用 P2P 去打洞穿透，如果成功的话，后续的流量就不会经过这个 FRP 的服务端，而是直接和 FRP 的客户端通信。但是目前打洞成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不推荐大家使用 STCP。如果对可用性有要求，建议大家直接使用 STCP 就可以了。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先编辑一下 FRP 客户端的配置文件，需要增加一个代理。我这里就用 SSH 和大家演示一下，粘贴一下，需要修改一下这个名称，这个类型也需要把它改为 STCP。远程端口我们需要删掉，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暴露这个端口。再增加一个 SK，SK 是密钥的意思，也就是访问端和这个客户端的密钥要保持一致才能访问。它的作用其实和 token 差不多。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把这个 token 拿过来用。然后保存一下，重新加载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个访问端，我就用我苹果电脑主机启动一个访问端给大家演示。首先需要去 FRP 的官网下载它的安装包。我这边的苹果电脑是 Intel 处理器的，所以我需要下载这个 AMD 64位这个套包。下载完成就解压一下，去到这个解压目录，我们编辑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把这边的客户端配置文件拷贝过来修改一下。粘贴进去。我们可以把不需要的配置给删掉。
还需要更改一下这个证书的目录。这个证书我已经提前下载到我的电脑上面来了。修改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新增一个 STCP 的访问者代理，我们需要通过它来访问内网的服务。类型一样是 STCP， 然后需要指定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访问者角色，然后还需要指定我们访问的一个服务名称。我们刚才配置的是 SSH-STCP， 这名称必须要是一致的。然后还需要指定这个密钥，刚才我们配置的密钥是跟这个 token 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绑定一个地址还有端口。这里的话就用我本机的这个回源地址。我绑定2000端口去测试。如果你需要提供内网的其他服务去访问，你这里就可以把它改为一个 0.0.0.0， 这样的话内网其他机器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客户端去连接远程的这个内网服务。编辑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然后启动一下客户端，通过-c命令指定这个配置文件。启动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另开一个窗口去测试一下了。通过 SSH 命令，刚才我们是绑定2000端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提示需要输入密码了，就代表我们的访问是已经连通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可以进来这个内网的服务。UDP 的话我就不跟大家演示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拷贝一个这个模板，然后编辑一下就可以了。这里的 UDP 就改为 SUDP， 然后指定相关的这个端口，这个远程端口需要删掉，然后指定一个 SK。大致的话就这样子，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流程是一样的。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去尝试一下这个XTCP， 看能不能打穿这个P2P 的通道。我把这个配置改一下吧，就不新增一个服务了。这里的类型改为 XTCP， 然后其他不用修改，然后重新加载一下配置文件。同样的，这边的访问者也需要修改一下。改一下它名字，这边的类型的话就是改成 XTCP。刚才的服务名称也是要改一下了。修改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保存退出，然后再启动一下这个客户端。启动完成之后，我们再打开这个端口去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无法连接上的，就证明我们是没办法通过这。这里应该是少配置的一个选项，我再给大家配置一下。这里应该是还需要绑定一个端口的，我这里有点忘了。这里服务端还需要我记得我还需要绑定一个UDP 一个端口的。这里服务端记得这里，如果你需要使用这个 XTCP 的话，还需要绑定一个 UDP 的一个端口。然后重启一下 FRP 的服务端。
放行一下这个UDP 的端口，我同样是使用7000端口，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这边看到已经是无法连接了，意思是我们是没办法通过这种方式去连接我们的内网的，就是我们的 P2P 通道是没办法打通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这边是连接失败了，就不给大家继续演示了。STCP 的相关案例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会和大家讲一下常用的几个插件的一个使用。先讲一下静态文件服务器这个插件吧。其实这个插件我们一般也很少使用，快速的和大家过一下吧。起一个名称，然后类型是 TCP， 我们需要绑定一个远程端口，我这里的话就用2004。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压缩的也打开一下吧。接下来的话就是插件的一些配置，指定这个插件的名称就叫 Statify。其实上面我们已经使用过插件了，插件的使用的话就是起一个插件名称，然后配置一些插件的参数就可以了。这里的话还需要指定这个需要映射这个静态文件这个目录。我这边的话就用Engine Small 的这个静态文件目录，还需要指定一个前缀，就叫 Status 吧。最后指定一下用户名和密码。编辑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然后重新加载一下 FRP 的一个客户端配置文件。加载完成之后，我们还需要放行一下端口。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应该是有一个 index 的一个静态文件，这里要求用户名和密码，输入进去我们就可以进来了，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一般也很少使用啊。然后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这个预套接字这个插件吧。我这边客户端这边应该是有个 Docker 的，我就把这个 Docker 启用一下。编辑一下配置文件。这里的插件，这里代理就叫 Docker， 然后协议还是 TCP， 我这里绑定一个2005的端口，压缩一样启用，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指定这个插件。这里插件就是这个 Unix 这个预套接字的一个插件，也就是 Socket 的一个插件。然后指定完这个插件的话，我们还需要指定这个Socket 这个文件的路径。我看一下是在哪里呢？我记得 Docker 应该是放在目录的论，对，是这个。把它拷贝下来。
指定这个文件的地址。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重启一下，重新加载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再把这个端口放行一下2005。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另起一个窗口来测试一下了。我们可以通过 curl 命令去访问一下。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连接到Docker 的一个服务上面去，通过它来远程访问这样子。其实一般也很少用。最后和大家讲一下这个 source5 这个插件，它的作用是将内网机器作为一个 source 代理暴露给其他服务。可以通过连接到这个代理访问到内网机器能够访问的其他任何服务，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 VPN 的一个作用了。就是你连接上这个代理的话，你就能访问内网的所有的服务了。其实这样做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大家使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编辑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同样新增一个代理。类型同样是 TCP， 然后还是绑定一个端口，这里块就用2006，然后再把这个压缩开关给打开。最后的话就配置一下这个插件，插件的名称就是source5，然后最后的话配置一下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就是访问这个代理的用户名密码。大家在使用这个source 代理的时候，这个用户名密码千万要注意一下，不要用这种非常简单这种 admin 这种密码，因为我们的服务暴露出去之后，24小时都会有机器在扫描我们的IP 还有端口，所以说你用这种最简单这种用户名密码的话，是非常非常容易被人家攻击的。我们这里的话就直接用这个token 作为这个密码。用户名就改为 Elden。编写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重新加载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同样还是需要放行一下这个端口2006。所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打开这个网络设置。编辑一下这个 source 代理，这里的话服务器就是我们刚才配置的，我这里就是使用域名2006，然后用户名密码填一下，然后应用一下就可以测试了。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打开百度看一下能不能访问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是连接到这个代理上面去了，可以看到我们是能正常访问的。因为代理网络比较慢，所以看它加载快也是很慢的。我们现在把这个服务停掉，我们就可以再看一下能不能访问。它这里生效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稍等一下，可以看到它这个配置生效之后，我们就无法正常访问了。插件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最后带大家到官方的文档，简单的讲一下它 FRP 其他一些功能和参数，因为我视频中不可能所有参数和功能都讲到。所以最后我会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其他的一些功能参数。我们先把这个代理给关闭了。
打开它的中文文档。我们点开这个示例，它上面说到这种示例，其实我在视频已经跟大家都讲过了，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它官方的这个文档。然后点开这个通用功能，配置文件这里的话就是有个模板渲染意思，它就是使用个环境变量一个参数去引入这个配置文件，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引入这一些配置的一些变量。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配置拆分了，配置拆分的话其实就是类似于 Engines 那种形式，可以通过 include 指令去引入其他的一些配置文件。这样的话配置文件如果代理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开，就不至于配置文件比较乱那种。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负载均衡和健康检查。其实我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它的这个负载均衡的功能的，因为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代理转发到我们的 Engines， 通过 Engines 去做这个负载均衡也是可以的。健康检查的话，主要是配置一些健康检查一个间隔，然后失败一些次数啊，然后超时一些时间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获取用户真实 IP 的话，大家可能会需要用到，因为我们正常来说，我们把这个代理转发到我们的本地的 Engines 这个服务的话，我们这里只能拿到一个回环地址，也就是本地的一个 IP。如果我们需要拿到客户真实访问的 IP 地址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配置来配置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是端口范围的映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一次性启用多个代理的意思了，就是通过这种 runs 然后指定一个端口的一个范围，或是某几个端口，这样子就可以一次性映射多个端口出去这样子。然后这个加载我们其实也是讲过，需要启动一个这个客户端这个admin的这个 UI。然后服务端管理这里有个端口白名单，端口白名单的话就是其实就防止这个客户端乱用这个端口了。还有一些限速的一些参数可以配置。再来看一下这个客户端插件，客户端插件其实大部分我都已经讲过了，像这些静态文件服务器的，还有一些HTTP 这些解包加密解密的那种插件。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HTTPS 的，这里可以修改一下这个 HTTP 的一个头部，还有设置一些普通的一个 header。这里还可以设置这个网站的这种 web 应用的这种base of，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校验，就是它会弹一个窗口出来，让你输入用户名密码那种形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简单的提升这个安全性。下面这个自定义20域名，设置了这个自定义20域名的话，我们在这个配置这个HTTP HTTPS 这个服务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配置整个域名，我们只需要指定个20域名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还有个路由，路由的话就是很少用到吧，大家也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它下面还有个 TCP 的一个端口复用的，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下面这个参考里面有这个服务端的一个完整个配置文件，以及客户端完整一些配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今天的要分享的所有功能已经跟大家讲完了，最后还是想和大家强调一下 ，FRP 是内网穿透工具，大家使用的时候务必要确保安全性。我这边提供几点建议给大家参考一下。首先建议大家使用 TLS 双向认证，提高这个数据安全性。如果你是通过 SSH 访问内网的机器，我建议大家禁用 root 用户使用 SSH。使用强密码或是使用证书登录。最后你可以使用 STCP， 避免直接暴露在公网环境下面。如果你要访问内网的 Web 应用，
我建议大家不要将443端口绑定给 FRP 服务端，可以将443端口留给安存时或是其他的一些 Web 应用服务器充当这个网关，可以做一些限流，还有 IP 过滤、爬虫的一些过滤等等，去提高这个安全性。最后处理完，我们再将这个流量转发给 FRP 的服务端，可以避免所有流量都直接传入到这个内网。最后建议大家不要直接使用默认的一些端口，无论是 FRP 的服务端，还是你要暴露出去一些代理服务，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官方指定默认的一些端口。例如，如果你是要远程桌面连接，它默认端口是3389，我建议大家把这些3389端口改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被暴力攻击的一个风险。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希望大家订阅和点赞，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祝大家新年快乐！